嗨，这里是 Dimit Studio。那我们今天来简短的记录一下我在录音时候会做的事情。那我工作有很多教学，然后做 layup 口琴，乐团的演出，然后乐谱的出版，包含我自己的录音。那我们今天就来记录一下我平常在录音的这个简短的流程。好，那也顺便分享一下在录音上的几样心得。好，那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录这个网络上你找不到参考音乐，或者是你想要的这个音乐的速度或者是段落跟网络上你能找到的资料是不一样的，那你就要去手动做一个自己的参考档案。好，那你可以用 MIDI 去调整，然后把这个速度的曲线拉到你想要的样子。好，这样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监听耳机，然后去听，那你就可以跟着这个伴奏音乐去录。好，这样这个拍子会比较精准。好，比你从头到尾用固定的节拍器，大大大大吹到尾，还会更自然，然后更顺畅一些。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先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音乐的速度。好，然后再来器材方面的话，因为现在录的作品是有跟其他人一起合作的，所以我会用这个手持麦，会让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一致。那我现在用的是这一支，这个 S1 出产的，这支是 V7X。那我所知道还有一支 V7 的版本，那声音听起来比较薄一点，所以我更喜欢这个 V7X 这一支。那如果是平常我自己在拍片，我通常会用这一支，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我常常在我这个画面里出现的。那这一支的型号是这个，放松给大家看一下，这支的型号是 S1 的 T2 电容式的麦克风。好，那我通常会用来录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好，那如果是有跟其他人一起的，那我就会让音色更一致一些，我就会用这个动圈式的麦克风，然后手握着，它的音色会比较相同，比较相近。那一些设备的连接，就是麦克风进，然后过麦克风线，然后进到录音界面。那我现在用的录音界面是 RME 所出产的这个 Babyface Pro， 那是一台，我觉得它是一台很干净的这个录音界面，声音非常干净，然后就连接到电脑，稍微设定一下，你就可以开始录音。OK， 那监听耳机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Apple 的 AirPods Pro。我当初在买这个耳机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我想要用它来做监听。当然蓝牙一定是会有一点点延迟，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你到时候录进去之后，你要稍微移动一下波形。当这个轨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需要移动的这个幅度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只是录一轨、录两轨，其实这个移动幅度非常小，也还是稍微调整一下。好，那一样，我们用这个东西做监听，会比接有线的耳机会更方便一点。因为其实我只是要听它的这个节拍器给出来的拍点，我并不是要去听我自己音色吹的怎么样，没有，就是我纯粹就是想要听速度而已。所以用这个耳机我觉得是 OK， 是够用的。所以我另外一耳是没有戴，这样就可以听到我自己吹奏的样子。OK， 那录音前记得你的口琴一定要暖琴，不然你等一下粘胶片，你光要再处理胶片就要花上很多时间。所以我在录音前我都一定会把琴先放到我的这个加热垫上，让它持续的加热。然后最近我也收到一款这个Suzuki 的出的麦克风，for 口琴的 HMH20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那我还没有真的非常长时间的去使用它，所以现在没办法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得。那我上次有稍微拿它录了一个音乐作品，你可以在频道里面去看，有一个叫这个张学友的李香兰。那我那时候录的感觉是，我觉得它的这一支麦克风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薄，比起我习惯用的这个V7X S1 的这一支声音比较薄一点，低频比较少一点，目前的感想是这样。但是这支麦克风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可调音量，它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音量钮，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有一个音量钮，所以你可以旋转它。
这个是好处。好，那详细的测试心得，等过一阵子比较有时间，我们再来拍给大家。OK， 那我们就开始来录音哈。那录音之前哈，虽然我有用加热，但是我还是会习惯就是用这个吹风机再帮它暖一次。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录音哈。好，来咯。好，我们录音的部分先暂时告一段落。OK， 那有兴趣的亲友们之后可以在乐团的 YouTube 频道里面看到我们的拍摄的 MV， 然后未来也会收录在这个CD 专辑里面的一首有趣的歌曲。好，那录音其实有几项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因为怕自己吹得不好而不敢录，然后他就一直没有这个音乐作品留在记录下来或是留在网络上。那我觉得不管你吹得好不好反正你就录就对了包含我放在网络上的这些作品，我也不是每一个都很满意一定会进步，然后你一定会因为当天的状况没有那么好，或是你的琴出了一些问题而导致你的录音不是那么完美。不过这个都没关系就是反正录就对了你去记录一下你自己的吹奏的样子跟吹出来的成果，那你过一阵子再回来审视，你或许会有不同的心得，或许有不同的感想。你会想，为什么当初我会这样吹，或是为什么我当初会这样去理解这个句子就各种心得都会在你反复去聆听自己的作品，或自己在看自己的影片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它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录下来。然后再来是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器材的限制你不敢录例如说我没有专业的麦克风，我没有专业的录音界面没有开始动作那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就很简单用一个耳机你都可以录那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周边的录音环境比方说你录到一半有一台大卡车开过去，哇，那个声音就会很恐怖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周边的环境。那你可以从非常小的片段，可能1分钟、2分钟开始你去录，然后开始去练习怎么样使用这个录音的软体那现在科技也很发达，你也不用真的从头到尾 one take 你就片段录，其实把它组合起来就会是一首还不错的作品记录一下自己的样子。然后在录音的时候我通常会注意的事情，除了我们器材的连接，还有器材的使用怎么选择，那再来就是你的口琴所以你会看到我很多我自己的重奏影片，其实我都会特别标注我在哪个部别使用了什么口琴去记录一下在这个部别里面使用这个口琴会有什么样的声音效果所以这个也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你去选择一下自己所喜欢的器材，或你觉得它适合的声音。那我在乐团的大部分的录音，其实我都是用我自己的单程的 Laylaps 就是这一把琴大家应该看过很多次那这把琴是我第一把做出来的口琴，所以你会发现它连 logo 都没有这是我第一把的这个测试琴。那为什么会选择使用单程的 Laylaps 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最中性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就如果你一开始就把相片的风格档设定的太重，或者是对比度设定的太高，饱和度太高，你到后置的时候你会比较难去处理。那我觉得单程的 Laylaps 是一个很中性的口琴所以就是后置的空间很大所以我几乎乐团的所有的作品我都是用这个单程的 Laylaps 去录。对，那如果
像我自己的作品，我很肯定我现在就是要什么声音哦，例如说我想要一个比较突出的音色哦，我很明显就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拿双层的 Laylabs 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一把就是双层的 Laylabs，我就会拿这一把琴去录哦，所以主要是看你对于你的声音的想象是怎么样哦，那你有没有很肯定的要这个声音哦，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可以去想哦，去抉择的哦。当然，你成品录音之后，你可能要拍成 MV， 或者是你要跟我一样是拍成多轨的这种重奏影片。好，那录的方法可能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哦，那以我自己的影片来说，我的录音跟我的录影是同步进行的哦，因为我就是直接用剪的，这样会最快哦，直接把它剪成一个重奏的音乐作品，我觉得这样很方便。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它很真实，很真实的反映我吹奏的状况哦。所以每一种音乐的 MV 跟每一种剪辑的手法加上录音的方法都会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玩味的事情。OK，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先简短记录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